二啊！这么二的我们居然熬过了3个年头，笑过，喷过，不要跟大战纪念4比啊！摔过，高潮过，这告诉大家一个教训，就是永远不要把钥匙放在后备箱里面。就是没有被人骂过，是我们做的还不好，所以恳请大家骂我们吧。为了节目更好看，请在置顶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菜单中参与骂 Testway 活动，有你让我们进步。Testway 3岁，我还不够好。上期南后期以丢钱包的代价学会了电动滑板 ，Testway 给出的主观综合评分 Mini Plus 6分 ，Advanced 7.5分，有206名网友给出 Mini Plus 平均分4.6分，265名网友给出 Advanced 平均分5.1分，而2块滑板分别趴出了 Mini Plus 1211块6毛和 Advanced 3027块1毛，回血 67.7% 和 86.5%，暂列啪啪回血榜第16和第9。来自哔哩哔哩的小伙伴孤高游侠觉得南后期是木木警官，胡说，这明明就是发育后的柯南嘛。来自 YouTuber 的朋友 Will 李说，离柯南太近会死人呐。不用怕，南后期是发福的柯南，不会死人的。本期我已经好久没有体验到如此身临其境的感觉了。HTC 的 Vive 应该是目前效果最好的民用级 VR 设备了吧？之前我们做过它的节目，能让我完全沉浸在它的世界中，是我对它最深的印象。在动漫中所期望的梦想，看起来很快就可以实现了。后来 HTC 出了更屌的 Pro 版本，精彩的广告配上名叫 Only One King 的 BGM， 更是让大家明白，想要沉浸的 VR 体验吗？就买 Vive。所以我们先买了一个小点的。这有什么意思啊？这无非又是一个加手机的 VR 设备了。Too young too simple， 这可不是加手机的 VR， 它可是个一体机。看这外形，你有没有想起谁？浑身上下机关很少，开关、音量加减、瞳距调节以及头戴松紧，仅此而已。前提不算这块遥控器。这是多简单呢！好，让我们进入 Vive Focus 的世界吧。看不清楚，很正常。揭开魔术贴，上下瞳距，3步，清楚了。然后，欢迎来到 Vive Focus 的世界。没错，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大厅就是 Vive Focus 的主屏幕。看看脚下，有点刺激。立体的菜单就在你的面前，如何操作？你的手里不是拿着钥匙吗？环顾四周，你的背后竟然还有一条不知通往哪里的道路。难道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彩蛋？那对不起了，我这个喜欢寻找彩蛋的人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其实这个安全墙并不是基于它对周围环境监测而得来的，仅仅是预制的一个安全活动范围。不管有没有障碍物，只要超出范围都会进行提示，因此它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。不过嘛，对于从小听话的我来说，那你说不去就不去咯。虽然有些不够尽兴，但是戴过一次 Vive Focus 之后，我确实对它有了很大的改观。即便它装着高通骁龙835，即便用着安卓的系统，但是它和那些装手机的 VR 设备根本不一样，因为你会根据里面的场景变化，在现实中做出反应，这就说明你早已沉浸其中了。Vive Focus 采用了 World Scale 空间定位，并且拥有6个维度的追踪技术，配合 3K 的 AMOLED 屏，能沉浸其中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官方介绍的显示屏数据听上去不错，但画面实际看上去还是有些许的颗粒感，并不算明显。这就意味着，虽然它会给你一种置身电影院的感觉，但是看惯了高清视频的你，大概是不会对它的画质满意的。
并且某些时候还看得到镜片上的这些纹路，哇，很是蛋疼。它设计为只调节瞳距，所以戴眼镜的朋友们裤子就不用脱了，这样尤其适合度数高还有散光的我。不过这样的设计缺陷就在于狭小空间里既要容纳眼睛，又要装下眼镜。第一，舒适度会下降；第二，会有轻微的漏光。就佩戴感而言，垫子垫着脸颊和鼻子都非常舒服，头箍得也比较稳。重心 OK， 重量分布也还好，所以佩戴不会有很多负担。不过夏天这出汗，那可真叫一个热啊！想玩，但是又不得不取下来凉快一下的矛盾感，难受。所以小朋友们想要 VR 玩得爽，为革命，保护视力，预防近视，眼保健操。哎，刘姐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出去玩玩这个 VR 啊？啊，出去啊？相比 Vive， 便携是它最大的优势，出门一个口袋搞定。毕竟那可是用损失画质和性能换来的优势啊。所以我们要在这儿是吗？当然啦，当然要选一个宽敞的地方了。神经病呀！玩个 VR 跑这么远的地方来，这么大的雨，你不热吗？不热吗？嘿嘿，看这是啥？哎，够了啊！为什么要找一个宽敞的地方？因为很多游戏空间窄了，你可施展不开哟。比如说这个漂浮岛的游戏，你得躲过重重陷阱，到达终点才行。倘若碰到一次，你可就 game over。特别是这个下落的陷阱，掉下去的时候，你真的有一种自由落体的感觉，太真实了。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很容易上瘾的，要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带入其中了。玩这类游戏前一定要记住2点：一，关闭安全墙，不然走几步就会提示你超出范围了；二，一定要有人在旁边照看，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损伤。那岂不是一群朋友外出游玩，很适合带着它喽？非也，非也。因为一群朋友带着他出去的结果就是 A few moments later. 那要需要2个人，又只能1个人玩，这有什么意思了？不用担心，你只需要出门带一台支持 Miracast 的笔记本电脑就行了。打开移动 WiFi， 让 Focus 投屏在电脑上，这样朋友们也能感受到你的心惊胆战了。以前我瞧不起这些移动版的 VR 游戏，但是这次玩了之后，我对他们的看法有了非常大的改观。真的有几个游戏会让你玩到废寝忘食，探险、解密一直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游戏。Spark of Light 可以说是我在 Focus 中玩过最好玩的游戏。作为一个上帝，你得帮助丛林里的小伙伴找回那里的光芒。除了有趣的关卡以外，游戏气氛的渲染也是非常优秀，仿佛你也置身其中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短了，不过吐血推荐呢。射击类游戏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有他们的身影，在如今的 VR 中也同样如此。当你手持武器置身战场的时候，你才明白那些如此的酣畅淋漓、蹲身躲子弹以及不断射击成了你唯一想做的事儿。别口是心非，因为你的动作早已出卖了你。好玩吗？太刺激了！那你怎么不玩了？没电了。哼，别怕，我有充电宝。哇，好诶！哦。
能把声音关小一点呢？虽然每个男人都看过片儿，但是建议大家看的时候插上耳机观看。喂，对呀。就 Focus 来说，还为自家的手机开了一个后门。目前只有 U12 加才能连接至 Focus 接听电话、接收短信、微信。你不是喜欢唱歌吗？要不你来弹个吉他吧。好啊。Flashing Beat 配合安卓手机与手柄结合，让你在 VR 的世界中真的弹起了吉他。这种配合手机的游戏，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玩，操作方式很有意思，不过我没有兴趣。说了这么多优点，你该说说缺点了吧？在我看来 ，Focus 最大的败笔在于手柄，由于手柄没有与头盔纬度同步，低了一档，这就意味着你想伸手拿个枪就别指望了，上下左右是你唯一的归宿。再加上手柄的按键非常硬，操作起来非常出戏。其次，游戏的资源还不够丰富，总共就这么几页，好游戏更少，玩通关了就没了。并且大部分好玩的游戏需要付钱，对于我这种买惯了 Steam 游戏的人来说还好，但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很值。最关键的是没有试玩，介绍又很简短，那么下叉这个就完全靠运气了。哦对了，还有一点，不要尝试去玩移动类的游戏，放心，绝对会把你的头搞晕的。对于喜欢玩游戏的我来说，身临其境是我向往的最高目的。Vive 我很喜欢，不过 Focus 我觉得还差了点火候。即便它在目前的市场上是同类产品顶尖的存在，但是离我想看到的还是很远。目前售价最低3999元，你再看看 Vive 的价格，算了吧。于是 Vive Focus 我们给出的主观评分6分。其实 Vive Focus 让我们看到了 VR 今后发展的方向。想象一下，今后能这样了，该多屌啊！哦，这样的话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小时候看贝克街的亡灵，每天都和小伙伴吹嘘着今后的游戏是怎样怎样，仿佛那就是我的整个世界。长大后看头号玩家，才让我明白了，游戏已经无法成为我真正的向往，那个美好的世界早已随风飘散了。对游戏的热情已经不复存在了，因为你的身上多了无数的责任。正如主菜单那条你永远走不完的通道，彩蛋已经不再是我的全部，即使我曾经是如此的向往它。我叫南后期，乃当今4大才子之一。听闻此地有一女子，好取花作笔，且美若天仙，我自当到此一探。这位姑娘，听闻此间有一女子，好似天仙下凡，姑娘可知此女子现在何处啊？本姑娘就是啊。啊？为何与照片差距如此之大？这个项目你再说。
一口花开。Testway 鲜花饼。好，本期节目啪啪啪啪什么呢？啪的就是这个 Vive Focus。哇，感受一下未来，感受一下虚拟。23块3起啪，淘宝87076677已经开始了。最近有很多帖子问我，啷个重庆那几个月恁个热，还是有恁个多人喜欢吃火锅儿？那我给大家讲一下。第一，重庆的湿度相对比较大，火锅里面的花椒可以帮助除湿、风湿啊、关节炎啊，有很好的疗效。第二，重庆的妹子皮肤恁个好，是因为每周或者是每月都要多吃几顿火锅来得以保持。第三，在重庆那个酷热的城市，夏天就全靠火锅清凉解暑，所以火锅的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，编不下去了，都是因为我们好吃，喜欢吃，黑起吃。如果你也想吃重庆正宗的老火锅，淘宝店搜索87076677，淘宝评论上个电视，旺旺号 TB 11说先好评再吃。那位朋友，我喜欢你的简单粗暴。Testway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